11月29號焦點新聞，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下最近發生喺香港大埔宏福苑嘅5級大火事件。呢個事件真係震驚咗整個社會，造成咗好大嘅傷亡同損失。我哋嚟詳細講下整個經過、原因、傷亡情況同埋政府嘅回應，仲有啲相關嘅爭議。特別係救災期間前，有高級公僕竟然仲辦選舉宴，食鹽燒南非鮑魚，呢樣嘢真係惹嚟好多公眾不滿，聽落去好唔合時宜啊！大埔宏福苑大火釀成128人死，早前建制派同政府都宣布暫停一切選舉宣傳活動，周六起就係3日哀悼期。但香港前高級公務員協會周五即係11月28號仍然舉辦咗宣傳換屆立法會選舉嘅周年晚宴。立法會主席經民聯梁君彥都有出席。呢個晚宴喺香港中華總商會會址嘅中華軒舉行，係前高級公務員協會第32屆周年大會暨晚宴，主題就係全心全意支持2025年立法會換屆選舉。現場有大型熒幕同易拉架，都宣傳12月7號嘅選舉。雖然熒幕一度出現哀悼宏福苑大火殉職消防員何偉豪嘅字樣，梁君彥喺熒幕前發言，協會領導層亦有發言。梁君彥所屬嘅經民聯本屆立法會選舉有多人參選，但喺災難之後仲辦呢類活動，聽落去好唔合適。宴會上提供紅酒，餐牌食物包括鹽燒南非鮑魚、姬松茸燉響螺湯、西芹腰果炒蝦球、古法蒸籠等件、脆皮芝麻雞等豪華菜式。呢啲菜真係好奢侈，特別係鹽燒南非鮑魚呢樣嘢係高級食材。喺災難救災期間前，公僕們喺度享用呢啲，難免令人覺得唔敏感。對比起災民嘅痛苦同埋前線消防員嘅犧牲，真係天壤之別。好多網民喺社交平台批評，話呢樣嘢係漠視民間疾苦，政府高層應該更謹慎處理公眾形象，尤其係選舉前夕。呢個事件可能影響選舉氣氛同埋公眾對建制派嘅觀感。回頭講下火災嘅救援過程，消防員喺火勢猛烈嘅情況下，冒住生命危險入去救人。好多居民從天台或者窗戶跳落嚟逃生，但唔少人因為火勢太勁，困喺單位內燒死。政府設立咗臨時安置中心，幫助受影響居民，但好多家庭失去咗親人，心理創傷好大。社會各界都發起捐款同義賣，幫助災民重建生活。但呢個事件暴露咗香港舊屋邨翻新工程嘅安全隱患。政府承諾加強規管，但市民希望唔只係口頭承諾，而係實際行動，避免類似悲劇再發生。講到原因，初步調查顯示火勢係從低樓層開始，可能係工地嘅電線短路或者煙頭引起，但竹棚同發泡膠係主要加速火勢蔓延嘅因素。屋宇出入口狹隘，令消防車難以進入最佳位置，延誤咗救援時間。火警鐘失效更加係致命問題。如果火警鐘正常運作，可能好多居民可以及早疏散。呢個責任誰負？政府同工程公司都需要交代清楚。廉政公署嘅調查可能會揭露更多內幕，包括有冇貪腐或者利益輸送。傷亡方面，128人死亡中，好多係老人同兒童。因為行動不便，無法逃生，至少2名印傭死亡。佢哋係外籍勞工，喺香港貢獻好多，但往往係最脆弱嘅一群。呢個事件亦引起國際關注。BBC 等外媒都報導咗，分析香港政府嘅民望可能受重擊，特別係喺選舉前夕，公眾對安全同福利嘅關注度提高。政府回應方面，李家超表示會全面改採金屬鷹架，避免使用竹棚。但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喺社交平台發文，話圍網同發泡膠先係禍首，唔單止竹棚問題。呢個意見好有參考價值，業界需要全面檢討建築規範。爭議部分，吹哨人潘焯鴻嘅投訴未獲重視，呢樣嘢顯示政府回應機制有問題。市民希望有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，避免官官相護。法團同業主之間嘅糾紛亦係隱患。宏福苑之前因為維修費打官司，呢啲內部問題可能影響工程質量。轉到選舉宴事件，雖然協會有顯示哀悼字樣，但仲辦宴會同食豪華菜，特別係鹽燒南非鮑魚。呢樣南非鮑魚係珍貴海鮮，鹽燒方式保留咗原味，但喺呢個時機感覺好奢侈。梁君彥作為立法會主席，
出席呢類活動難免被指唔夠體恤民情。經民聯有多人參選，呢個可能係宣傳活動，但喺災難後暫停宣傳嘅承諾，似乎未有嚴格遵守，公眾反應好負面。好多網民話，救災期間前，公僕應該專注救災，而唔係扮現。呢個事件可能成為選舉議題，反對派可以用嚟攻擊建制派。總結嚟講，宏福苑大火係一個慘痛教訓，提醒我哋安全第一，政府需要加強監管，公僕亦要顧及公眾感受，避免類似爭議。希望災民早日康復，社會團結一心，渡過難關。11月29號焦點新聞同大家講講最近發生喺大埔宏福苑嘅5級大火事件。呢件事真係震驚晒全香港，甚至全球都關注緊。話說翻嚟，呢場火災係喺2025年11月26號下午爆發嘅，地點就係大埔宏福苑呢個屋苑。宏福苑係一個大型住宅區，有好多座大廈，住咗好多家庭。當日下午，火勢突然喺其中一座大廈開始蔓延。據報道話，起火點可能同屋苑進行緊嘅維修工程有關，特別係外牆棚架同埋一啲可燃物料。消防處一收到報警，就即刻出動大量消防員同埋車輛去現場撲救，但火勢蔓延得極快，由最初嘅3級火警迅速升級到5級，係香港消防史上罕見嘅嚴重級別。5級火警意味住火勢極度猛烈，需要動用大量資源，甚至可能波及附近地區。呢場火燒咗超過40個鐘頭，先至大致上撲熄，但期間造成咗極大嘅傷亡同埋破壞。根據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喺11月28號下午嘅記者會透露，死咗嘅人數已經升到128人，其中有39人已經確認身份，仲有79人受傷，包括12名消防員。呢啲傷者好多都係吸入濃煙或者燒傷，部分情況嚴重，需要送去醫院急救。更慘嘅係，至今仍有大約200人下落不明。當局收到咗467宗失聯個案，呢個數字真係令人心痛。消防員喺火場內逐層搜索，發現好多遺體，仲有啲地方因為結構不穩，需要用爆破方式拆除部分建築，先至可以安全入去救人同埋搜屍。宏福苑總共有8座大廈，其中7座包括宏仁閣、宏道閣、宏新閣、宏建閣、宏泰閣、宏昌閣同埋宏盛閣都被火燒到付之一炬，只剩低宏志閣未波及，但整體屋苑已經變成廢墟。現場畫面顯示，大廈外牆黑晒，窗戶爆裂，煙霧彌漫。消防員戴住氧氣罩爬上雲梯車救人，但火勢太猛，好多居民被困喺高層單位，無法逃生。有目擊者話，當日火起嗰陣，好多人喺天台或者窗邊揮毛巾求救，叫聲四起，場面極度混亂。政府已經宣布，由11月29號開始，連續3日哀悼期，行政長官李家超帶領一眾官員喺政府總部默哀1分鐘，以表達對遇難者嘅哀悼同埋對家屬嘅慰問。呢場火災被形容為香港史上最嚴重嘅火災之一，遠超以往嘅事件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同埋討論。講到起火原因，初步調查顯示，可能同屋苑進行緊嘅大維修工程有關。宏福苑之前有業主立案法團決定做外牆維修，僱咗一間叫宏業建築工程有限公司嘅公司落標。據報道，呢間公司為咗節省成本，使用咗一啲不符合消防條例嘅物料，例如防火處理唔足嘅竹製棚架，同埋難燃處理唔夠嘅尼龍網同發泡膠板。呢啲物料一遇到火，就好易燃燒同埋蔓延，導致火勢由低層迅速燒上高層。消防處處長楊恩健喺記者會上承認，棚網雖然達到咗基本阻燃要求，但封窗用嘅發泡膠板就係火勢蔓延嘅元兇，因為佢哋好易燃燒，釋放大量毒煙。有專家分析，呢場火災嘅奪命關鍵係最初6分鐘內外牆棚架起火，之後火勢沿住物料燒上4樓以上，阻礙咗居民逃生。有居民投訴，火警發生嗰陣，屋苑嘅火警系統竟然冇響起警鐘，原來係因為維修工程期間被掛牌停用咗。宏福苑前保安主任黃先生喺電台訪問中透露，呢個情況好常見，
但今次導致咗悲劇。如果火警鐘正常運作，可能可以及早疏散居民，避免咁大傷亡。佢痛心表示，呢個悲劇本來有機會避免，如果管理層同埋工程公司更負責任啲。消防員喺搜救過程中發現好多居民係因為吸入濃煙窒息而死，部分人試圖由樓梯逃生，但樓梯間充滿煙霧同埋火舌，無法通過。有個母親喺封鎖線外打電話俾困喺火場嘅女兒，鼓勵佢，你可以嘅，堅持住。但最後女兒失聯，呢個畫面真係催人淚下。仲有啲災民逃出生天後，淚崩表示真係不想活，因為失去咗家人同埋家園。李嘉誠、馬雲、雷軍等大家已經捐款上億，用嚟救災同埋幫助災民重建生活。廉署已經介入調查，懷疑維修工程涉及貪污，將成立小組徹查。呢場火災唔單止係意外，更可能係人禍，涉及管理疏忽同埋安全標準唔足。講到社會反應，有好多網台同埋媒體開始呼籲全民追究責任，其中網台焦點 FMTV 就提倡咗一個全民追究大行動，號召市民齊齊發聲，要求政府同埋相關機構徹查事件真相，追究責任人。FMTV 係一個專注時事討論嘅網上平台，佢哋喺事件發生後即刻推出直播節目。佢哋強調呢場火災唔係天災，而係人為錯誤導致。特別係親政府政黨民建聯大力推動咗呢個工程落標，結果公司使用劣質物料，導致慘劇。FMTV 呼籲要求獨立調查委員會介入，公開所有工程合約同埋安全報告，唔可以讓呢啲悲劇重演。佢哋嘅直播吸引咗成千上萬觀眾，網民紛紛留言支持，話要為遇難者討回公道。其他媒體如有線新聞、TVB、無線新聞都全程直播現場情況，報導死亡人數上升同埋搜救進度。BBC 等國際媒體都報導咗呢件事，形容為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震撼全球。消防繼續喺現場搜索，有遺體陸續被抬走。天光後宏新閣高層單位仲有零星火勢，需要繼續撲救。政府承諾會提供臨時住所同埋援助俾災民，但好多人已經失去一切，心理創傷極大。呢場火災提醒咗大家樓宇安全同埋消防條例嘅重要性，特別係舊式屋苑做維修嗰陣必須嚴格遵守標準。希望透過全民追究大行動可以推動改革，避免類似事件再發生。最後，我希望所有遇難者安息，受傷者早日康復，香港社會團結一心，渡過呢個難關。